哎呦，不錯哦，跟着周公卷美股，龍捲風裡捲財富。今天是2月17日，今天這盤你來了，我先把結論說在前面，省得你覺得心裡面癢。首先來說一下大盤的情況，這裡不是系統性崩盤的前夜，但是還沒有到安心抄底的階段。第二一點， AMD 盤後暴跌不只是一個公司砸鍋，而是在給整條高科技估值，特別是 AI 線敲警鐘。第三， AMD 還有 Meta 今天這種先暴衝再回落，並不是主升浪的起點，更像是情緒最後一輪的尖叫。最後講一下特斯拉的情況。為什麼要講特斯拉？散戶擁有的太多了，我認為有機會走出最後一跌的戲碼，但是現在套在裡面的人，任何一次小反彈都像是體面逃跑，並不是報仇雪恨。一句話，今天這個盤叫做假裝給你希望，然後慢慢拿走。所以接下來的這十幾分鐘，哥會把這4件事情拆開講。首先，大盤到底在演什麼劇情？ AMD 的暴跌背後到底是誰在砸誰在笑？英偉達和 Meta 為何大漲又回落？這裡面的邏輯是什麼？特斯拉到底是最後一跌還是世界末日？那麼我們馬上開始進入到今天的主題。首先講一下 SPY， 你會發現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，指數沒有像崩盤那樣一根長陰砸穿所有支撐，但是它的每一次反彈都像是被一雙無形的手按在水裡，剛露出頭就被摁回去。這個叫做溫水殺牛市。崩盤很容易嚇醒所有人，高位慢性下殺才是最可怕的，因為大部分人是在不甘心裡被慢慢的磨死的。現在的大盤現在有3個比較重要的特徵。第一，高位橫了很久，很多做多的資金沒有耐心。第二，每次壞消息出來，跌幅比好消息帶來的漲幅更大。第三，指數跌的不算多，但是個股已經有人開始躺屍。所以你看這一根 K 線，它的意義並不在於說它今天漲還是跌，而在於壞消息越來越容易砸出大反應，好消息卻推不動。這就是哥經常說的趨勢沒斷，信仰在掉。接下來幾天，如果指數不能站回前幾天的高點之上，那麼這一輪調整沒有結束，最多只是從直線下跌換成了走樓梯往下。好，我們講一下 AMD， 很多人都有 AMD， 今天盤後最嚇人的就是它。AMD 的故事你們都熟， AI 加速卡、數據中心、PC 週期回暖。管理層之前在各種場合把未來幾年講得像一場世界巡演，問題來了，股價已經提前把巡演賺到2027年的錢都收完了。在這種高期待高估值的狀態下，只要財報和指引稍微正常一點，市場就會用非常不正常的方式去懲罰它。你看這次真正引發恐慌的不見得是一兩條具體的數字，而是增速有沒有繼續加速， AI 收入有沒有爆到天上，這種心理落差。多頭預期的是一場爆表演唱會，結果你給的是一場正常發揮，那股價自然就會從天王價被打回實力歌手價。今天盤後的這根大陰線背後的潛台詞就是這一句：從今以後 AMD 你要用成績證明自己，而不是用故事來哄市場。但是為什麼說 AMD 的暴跌會影響到英偉達甚至整個 AI？ 因為市場看到的是，就算你的財報不差，只要沒有比預期再高一檔，股價照樣可以被按在地上摩擦，這個就會讓所有站在高估值山頂上的公司都開始發抖。好，講回我們的英偉達，這2天英偉達之所以漲得還不錯，一個核心原因是在一堆高成長科技股裡面，它看起來是最像真的那個。為什麼這麼講？數據中心訂單有真實兌現，毛利率、現金流都還撐得住，市場習慣性的把錢往更確定性更高的那一頭續諾。所以當 AMD 出現問題，軟件股被砸的時候，錢就會從別的股票裡面撤出來，集中衝往英偉達，搞出一種你看 AI 只有它是真的幻覺。那麼你再看英偉達今天的 K 線，它在盤中衝得非常的猛，但是要注意到上影線拉得很長，尾盤有開始進行回落，
這說明在高位的時候有很多人要去接力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高位減倉，多空雙方都在用同一根 K 線完成換手。追高的是新進場的信仰，慢慢丢貨的是老股東的冷靜。哥給英偉達的定性是，現在的大漲並不是因為故事變得更好了，而是因為別人出事，它暫時顯得沒有那麼的糟糕。這個在交易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，這種別人死你活帶來的相對強勢，一旦大盤整體進入真正的風險厭惡階段，英偉達也一定會被無情的拋棄。現在如果你買英偉達，不再是買低估的成長股，而是在用高價買最後一個站着的人。所以哥給一個非常硬的觀點，英偉達在這個位置更適合逢高減一點，而不是越跌越買。真正值得閉眼上的英偉達是那種被市場打到不講價的時候，不是現在這種全世界都求着你講未來的階段。再來說一下 Meta， 為什麼先瘋漲再回落？這是情緒輪動的標準的範本。那麼 Meta 它在這一波大漲的主要邏輯是廣告業務恢復的比預期快，削減成本搞得很決絕，再加上一點 AI 加持的想象空間，所以市场在這個位置它特別喜歡一個劇本，就說你原來被打得很慘，現在突然站起來給大家看一眼，哇塞，你還沒有死。於是股價先拉一波，所有的人都在喊轉型成功，重回巔峰。問題來了，它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？估值從折價修復一路漲到開始變貴，當大家不覺得你是驚喜，而是開始認真審視未來還能漲多少的時候，股價的重心就會開始往現實回調。所以說 Meta 它經常會出現衝高回落，背後其實就是這個邏輯。早期上車的資金在用追高盤當對手盤，情緒從 OMG 你居然活了變成了那接下來你能夠交出多少的成績單？對整體盤面有什麼啟示？ AI 還在，但是免費估值已經有結束。好，我們最後給大家說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真的是成也特斯拉，敗也特斯拉，真的有點難選。那麼哥先把觀點擺在桌面上，特斯拉在這個位置確實有最後一跌的潛力，但現在任何人說這個就是鐵底，我告訴你都是嘴硬。你看一下最近這幾根 K 線，一路都是按照下降通道往下走，每次反彈都弱不禁風。好消息頂不住，壞消息一來就貴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現在市場給特斯拉的定價已經不再按照科技成長股來算，而是開始按照傳統製造和周期來打折。那為什麼說它有最後一跌的可能？因為情緒已經接近極端，機構下調評級，砍目標價，散戶罵聲一片，社交媒體從信仰之谷變成反面教材。通常一般來說，所有人都嫌棄的階段，只要有一個像樣的利好或者大盤整體企穩，特斯拉很容易拉出一段誰都沒有準備好的暴力反彈。但是暴力反彈不等於趨勢反轉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所謂的最後一點更多是給你一次體面減倉的機會，而不是給你打一場翻身仗的機會。那麼對於特斯拉的建議，如果你高位深套，下一輪日線級別的大陽線是給你減倉的。如果你想空倉搏反彈，可以等一個更加明確的信號，比如一根帶巨大下影線的探底反轉，或者是連續幾天放量的收縮跌幅。好，那麼所謂的最後一跌，你一定要看到是跌完了才叫最後一跌，當下所有的這是底都是祈禱書。所以說今天我們來收一個尾，大盤沒有崩，但是好日子已經不再像去年那種好法了。AI 不會死，但是講故事就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AMD 的暴跌，英偉達的高位猶豫， Meta 的衝高回落，都是在告訴你，現在市場看的就是兌現，並不是 PPT。 那好，我今天的視頻就跟你講到這裡，請大家記住今天最後的金句，別急着證明自己猜底最準，先學會讓賬戶活得最長。我們下期見。哎呦，不錯喲，我們下期見。